这个士兵只领到了5发子弹就被送上了战场，可谁又能想到，仅凭这5发子弹便造就了苏联史上最为出色的狙击手。随着冲锋号的响起，苏军喊着乌拉冲向敌人。面对德军精良的武器装备，他们也只能用身体去阻挡子弹。前面的士兵倒下了，后面的人捡起武器继续冲锋。很快，苏军就所剩无几，有人大喊撤退，却被指挥官堵在了里面。因为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战役，要么死在冲锋的路上，要么被当成懦夫死在自己人手里。战斗结束，德军开始打扫战场，他们挨个朝尸体补枪。死人堆里，正为装死逃过一劫。他捡起枪准备干掉一个敌人，被同样装死的瓦西里叫住，说这样会暴露自己，需要等到爆炸的时候再开枪。看着瓦西里很有经验，政委将枪递给他。瓦西里拿出刚才领到的5发子弹，将它装入枪膛，通过一个洞口瞄准敌人。他借用炮身的掩护击中了一名德军长官，敌人却毫无察觉。紧接着第2个、第3个、第4个，等最后一人发现时，瓦西里直接起身将他结果。5发子弹，弹无虚发，这样的枪法着实让政委开了眼界。之后，他开始大肆宣扬瓦西里的事迹，因为在几乎沦陷的斯大林格勒中，他们需要有这样一位英雄给士兵们鼓舞士气。在接下来的10天时间里，瓦西里相继又击毙了54名德军，他的战绩很快传遍了整个祖国。一时间，他成为民族的英雄，不仅使战士深受鼓舞，也使敌人闻风丧胆。因为瓦西里的存在，德军损失惨重，几乎每天都要提拔一批新的指挥官，来弥补被瓦西里杀死的军官空缺。为了对付瓦西里，他们找来了德国的王牌狙击手科尼少校。仅仅1个早上，就有5名军官被科尼狙杀。瓦西里很快锁定了目标，他一枪打穿了钢盔，然后留下1人作为掩护，自己则与同伴前去取下狗牌。刚一离开，科尼就瞄准了士兵，当他发现时，为时已晚。等来到楼上，刚才击中的竟然是个假人，他们中了敌人的圈套。就在2人准备撤退时，瓦西里看到了一个烟蒂，通过温度判断，狙击手还在这里。这时，飞机开始轰炸，整个房屋都在晃动，再不离开就会被炸死。瓦西里让同伴待着别动，可他不听劝告，起身逃跑，被科尼直接爆头。借着爆炸扬起的粉尘，瓦西里才得以逃脱。第一次与科尼交手，他便感受到了对手的强大。为了帮助瓦西里，科尼给他找来一个帮手库里科夫，他曾是科尼的学生，甚至他的作战部署。老兵将头盔缓缓拉起，想以此骗取敌人。只要对方开枪打掉头盔，就会被等候的瓦西里一枪毙命。看到头盔，科尼却笑了笑，他一眼就识破了这种伎俩，转而将枪口瞄准一个断层。眼见科尼没有出现，2人准备撤退，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，科尼早已锁定了这里。随着库里纵身一跃，被科尼直接带走，而紧随其后的瓦西里躲过一劫。他不可置信地看着同伴，一股前所未有的寒意袭面而来。哪怕是在这样急速跑动中，他也能精准命中。科尼的枪法和直觉让人害怕，他不可能战胜科尼。丹尼告诉他，已经安排了卧底，之后科尼的行踪他都会提前知道。因为经常给德军擦皮鞋，科尼认识了沙夏。他利用沙夏对食物的渴望，打听瓦西里接下来的行动计划。得到消息后，科尼提前进入工厂埋伏，而瓦西里也如期而至。他知道科尼在那儿等着他，于是绕到后面准备偷袭。可就在他们通过一个管道时，上面的尘土被些许震落。敏锐的科尼有所察觉，他立刻转移了阵地。等他们出来，科尼一枪打中了同伴，而瓦西里的枪也被击落。好在一个炉灶成了天然屏障，瓦西里示意同伴让他回去，自己则用小刀勾回枪支。连抛几次后，终于成功了。他慢慢往回拉，结果科尼的枪法太好，直接将绳子打断了。而外面的爆炸震碎了玻璃，倒也能清楚地看到彼此。这下好了，完全暴露。得知瓦西里被困，塔尼亚立刻赶了过去。瓦西里让他绕到柱子后面，然后找一块玻璃。科尼能清楚地看到他在对话，但始终找不到第2个人。突然一道强光，科尼瞬间睁不开眼睛。瓦西里趁机捡起枪，打中了科尼的左手。看到受伤的是科尼，沙夏暗自窃喜。虽然没能结果他，但这次成功让他们意识到德军是可以战胜的。他们欢快地唱歌跳舞，不光是在庆祝胜利，更是庆幸自己还活着，因为不是每晚都能这么幸运。就在2人讨论下一步计划时，沙夏跑过来告诉了他们一个消息。他在给科尼擦鞋时，发现他的靴子经常沾有黄土，而这种土只有工厂的废墟才有。瓦西里按照沙夏说的找到了这个位置，他将自己埋在死人堆里，等待科尼的出现。瓦西里1天1夜没有合眼，由于精神高度集中，他慢慢睡了过去。等科尼出现时，却错失了良机。在太阳的照射下，一个反光镜引起了科尼的注意。就在他准备开枪时，一名搜刮财物的士兵挡住了他的视线。死人堆里，一个反光镜引起了狙击手的注意。就在他准备开枪时，搜刮财物的士兵挡住了他的视线。他拿走了瓦西里的钱包。等科尼再次瞄准，人已经不见了。
看到证件，德国长官以为他死了，但科尼认为他还活着。为了骗出瓦西里，科尼告诉莎夏他还活着，还说自己会在车站等他。也就在这时，瓦西里回来了。莎夏将科尼的话全部告诉了塔尼亚，得知他去了车站。瓦西里知道这是个陷阱，他立刻也赶了过去。好在找到了塔尼亚，在共同经历了生死之后，他们的感情迅速升温。而这一幕恰好被丹尼看到，同样喜欢塔尼亚的他心生妒忌，他向上级发去电报诋毁瓦西里。早上，科尼在一个出口抓到了莎夏，因为莎夏的泄密，瓦西里每次都能精准地知道他的位置。科尼清楚这是莎夏的功劳。看到莎夏被吊死，塔尼亚崩溃了，他拿起枪就要冲出去，却被瓦西里拦住。他发誓一定会替男孩报仇，国仇家恨必须要和科尼做个了断。而此时的斯大林格勒即将沦陷，丹尼和塔尼亚想带走莎夏的母亲，可他在等儿子不肯离开，他还不知道莎夏已经战死。迫于无奈，丹尼只能告诉他，莎夏已经投靠了德军。对于一个母亲来说，善意的谎言总好过难以接受的现实。在转移莎夏母亲途中，一颗炮弹在他们身边爆炸，塔尼亚生死未卜。丹尼来到废墟，他告诉瓦西里塔尼亚死了。听到消息，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。塔尼亚的死让丹尼崩溃，也为诋毁兄弟感到愧疚。他摘下自己的头盔，决定帮瓦西里引出科尼。原来科尼藏在一块铁板底下，看着里面许久没有动静，他以为瓦西里死了，于是慢慢走出来，准备过去取下他的狗牌。突然他停下了脚步，一道寒光死死盯着他。当看到瓦西里，科尼知道一切都结束了。这是丹尼用命换来的机会。瓦西里捡起枪，将他放到了丹尼身边，因为这份荣誉是属于他的。2个月后，苏军解放了斯大林格勒。瓦西里寻遍了所有的医院，终于找到了塔尼亚。幸运的是，他还活着。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瓦西里原名叫瓦西里扎伊采夫，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，他创造出了225人的战绩，由此一战成名。而在整个二战期间，他一共击毙了400名德军，被授予了列宁勋章和苏联英雄的称号。这场巅峰对决中，他们都是枪林弹雨的孤胆英雄，但有英雄就意味着也有牺牲。愿世界少一些战争，多一些和平。